的非常的感谢现场有非常多的重量级贵宾，还有我们的这个媒体朋友们一同来莅临我们的活动跟我们的发表会。首先，在我们发表会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让我们来欢迎长虹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江宜桦江董事长，欢迎。欢迎立法委员黄国书委员，欢迎黄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王佑鼎委员，欢迎王委员。今天我们要欢迎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的顾问郭金城郭爸，欢迎郭爸。是的，以及呢，我们要欢迎各县市自闭儿相关基金会及协会的贵宾莅临，再次的掌声欢迎所有的贵宾们，欢迎大家。接下来，马上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现在要请所有的与会贵宾将您的目光放到我们的投影幕上，让我们今天正式开始来看一下影片。哦哟，安安，好啦，小力一点呢，小力一点好不好？是的，现场所有的贵宾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王荣坚带给大家相当精彩的演出。
就请大家跟着大人的节奏一起拍手哦。接着我们继续把我们的目光放到投影屏幕上。首先，你能够在30秒内找出10个错误的地方吗？天哪，这也太难。他们字体有不一样吗？有点难，这太难了吧？你们的员工很难当哎。所以你们大概找出一个。看完奖项记录，请用1句话来形容它。天才啊！文武双全。音乐方面很厉害。他其实还是一个游泳健将哦。很厉害耶。很有才华，感觉出来应该是就是他专注力一定是很强的那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自闭儿。哦，真的蛮 surprise。我觉得他很专注的在他执着的事情上，对他可以把他执着的东西做得很好。大部分的星儿它都有长才，只是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跟力气才能够挖掘得到。本来是想象说他可能很多事情想象不到的，结果他到动物来，还让你有前觉得说，他这个也会，那个也会。一般的员工可能我看个10张、20张，或者是1个小时，我觉得那已经是极限了。会觉得好枯燥、好无聊哦。但是他们乐此不疲，他们就会越看越起劲，然后越找越多问题，他就会觉得越有成就感。然后即使你安排让他看个1天、2天、3天，甚至1个礼拜，他都不会有问题，然后都可以做得很好。那所以这个的效率就是出来了。他可以不用去翻日历，然后就会告诉你。几月几号是星期几？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不是那种最近的日期，而是你问他，比如说西元1403年的1月1号是星期几，那个他也知道。因为我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既然有这套流程好了，那么就把它当做记忆一样，把它给记在身体里面。然后去测的时候，感觉记忆哪边有卡到的话，就代表说那个地方有问题。DTM 跑那些测试项目，让 driver 通过验证，结果比较明确 ，OK 就是 OK，NG 就是 NG。然后部门的人、同事、主管人也蛮好的。我们不是在做慈善这个不是东友发挥慈悲心，给一些障碍人士一些机会，这个是东友有迫切的需求，有很大的困难，由星儿发挥他的专才，发挥他的长才，来帮东友克服很困难的问题。这个是东友 SPA 计划最大的一个主轴。They have shown that these individuals can do real work that is really beneficial to both the company and to society. They're no longer having them do just insignificant charitable tasks, but actually doing real work. The model that is proven
to work to bri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into the TIS workplace is a true example of what is possible for other companies. I hope that this work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so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companies, and the larger community will all benefit by integrati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into a wider range of work environments. 自闭症的孩子，他其实光谱很大，他有很大的差异。像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不认识字，因为他只有图像，所以他会把字写成就画图一样这样子。我们也很期待他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机会，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可以跟一般的孩子在一起有互动哈。所以这是就想说可以多赖一下哈，我们就多待一会是一会。不过这也是一种。这个被拒绝，到了国中就出现了情绪行为的问题。那我其实就知道台北市的资源是比较好的，他可以去申请这个情绪行为的辅导。但是那个老师嘛，你讲就麻烦的呢，我要做很多记录哎，所以你带去看医生，吃药啊就好。那我们也是只好配合啊。所以这个其实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站在孩子的权利的立场，我们尽量去替他争取，可是就是遇到非常多的挫折跟拒绝。I was correct in my assessment because the project has been extremely successful in not only for TIS, but to show the world and the rest of society that these people are employable and they make good employees. So just to repeat, I found it very intriguing, challenging. It was a bold decision by TIS to embark on this endeavor. It's ambitious, and in many ways it was well planned. 像东友科技这样，在这么早，大概7、8年前就已经开始愿意去招收自闭症的员工。然后不是用社会福利的角度在养他而已，是真的把他当成一个职场的同仁来训练，然后让他发挥他的专长。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他的长处就是他很专注，他只要学会一件事情，他可以待在那边不嫌累的一直做，重复的做。然后他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跟创意，但是你必须让他发挥，不管是写程式、画图等等，那他也不会想要换来换去，他相对是有一些长处。那因此，当公司能够看到这种不同，以及会去 appreciate 就欣赏这种特别好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很棒。由于有他们的存在，然后说不定整个公司的那个伦理跟气氛会有点改变，就大家会比较知道怎么样跟我们所谓不正常人相处，然后大家还能够打成一片。我也很希望，就是当有一天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接纳，不只是3%，而且更多一点点，让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跟我们这些非自闭症的人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一个多元的友善的社会。接下来现场所有的嘉宾，我们呢要请各位借给我您热情的掌声，我们来欢迎东永科技黄玉仁董事长，欢迎董事长。我们称自闭儿为星儿，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社交、情绪上、在认知上各种在感官方面的地方有语言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它又有特别突出又有特别杰出的地方，简直像外星人一样。他们是从星星来到地球的孩子，这代表他们在智能方面不一定是有缺陷的。有些其实是特别的聪明，特别的优秀，只是他在表现上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对他们会有误解。那他又不像身障或者精障那么容易的辨认，所以很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
经历到很多不友善的对待，父母亲也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种不友善来自不了解带来歧视，歧视造就霸凌。外星人不一样，不友善，误解，歧视，霸凌。各位家长，我们在餐厅的时候，在商店里面，在学校里，在多少的场合，我们被拒绝，在多少的场合，我们被要求，请你管教好你的孩子，在多少的场合，火车上、飞机上，甚至我们被拉下来，说这位乘客对不起，你要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请你离开。这都是自闭症的家庭、自闭儿的这家长所承受的压力。很多的亲朋好友可能也是好心，会不断的对我们下指导棋。哦，现在有一个新的解药出来，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个药，你一定要给他那个治疗，你一定要带他去做这个做那个。虽然这些都是善心，但是不够专业的这样的督促，其实造成家长更多的压力。这是身为自闭儿父母的一个心声，而且这些字眼都已经是挑选过的。真正我们心中的字眼放上去，可能要打马赛克。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招募新儿的员工，我们更要推动平权，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自闭者的这情绪，跟这些患者他们的天赋，要让他们的天赋从深柜里面中出来，获得跟其他人一样的工作机会，让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有机会得到肯定。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应该要出柜，要让这些孩子们从被误解、被歧视、被小看、被霸凌的那座柜子中走出来，让大家明白他们的优势、他们的能力，让大家知道他们可以，我们是可以的。东友的 SPA 部门已经迈入了第8年。这当中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还有各地区的家长协会还有基金会的这个援助给我们很多专业的建议，派了社工到我们公司来。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可以想象到的问题几乎都发生过里面有发生很多的误解，发生沟通上的问题。主管跟自闭症的员工之间的一些摩擦，自闭员工跟员工之间吵架、打架都发生过，甚至当时我们的职场常态的都派着2位社工在监督的现场。但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这支持，让动物友大概到了第2、第3年的时候，逐渐进入了稳定，职场上也在不需要再有特殊的社工来帮我们督导我们的主管已经能够独立的能够带领这些员工。我们拥有丰富的这些不是只有成功经验，包含很多挫折的经验包含很多卡关的这些经验。但是不是只有能力发掘他们的专长，如何跟新儿相处，跟可能出现的状况，我们也真正的了解，我们也接受。我们并没有期待能够面面俱到的员工，我们接受新儿本身的特质异于常人。所以新儿家长们，请把你们的孩子带来这里应征。你的孩子可以，他们可以。我们需要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场平权改革的运动。你呢？你可以做什么呢？是的，谢谢董事长。
职场可能就是没有身心障碍者一起工作，反而会觉得是说，就是进入一个陌生的职场，可能会被人家有一种歧视感。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很容易忘记，只要我的身体认为哪一个地方感觉怪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在讲的话哈，好在那边走廊这样大声叫嚷的话，要宣告大家都知道我有吃药的话，我要把你杀了。所以他们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是有落差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觉得这个人特别龟毛，这个人特别有强迫症，这个人特别有执着，这个在职场上用在某些工作的时候，这会变成他的长处。那我们又给他对的环境跟对的工具的时候，他就会变成那个职场上的一个千里马，而且他的工作表现会杰出到一般的人可能甚至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因为这些测试的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星儿，然后我就觉得很 shock。比如说我在跟他介绍这台机器呀是在做什么的时候，可是他的眼睛是不看着我，他是看着其他的地方。实际上他们真的来上班的时候，他们是比较敏锐的，在一般人都已经测试完一个 cycle 之后呢，那他再去做检测，他还可以再发现问题。他的专长是什么？不一定是他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人帮他发掘出来的，已经有人发掘出来，那我可以从他的记录里面知道，就是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技能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大原则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样子。兵来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这个适合打这种仗的人是谁，那我就把他派出去。只要让他学会了理解你要教的那个过程，他学的都比别人好。东友这边的衔接的机制跟我孩子的表现，刚好就是一拍即合。这次算东友算第一份工作嘛，觉得说还算不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得好。东友科技公司看到自闭症的这一些同仁，他们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群体，也会有归属感，会有温暖，他们也会互相照顾。自己彼此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也有很好的发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欢迎特别的你加入我们。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如果你认同，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手势。那么在这里，我先教大家，可以的话，跟着我们稍后将您的右手放到左肩的前面，让我们一同握拳，然后敲2下，然后呢，举起我们的3根手指头往我们的45度上方一起，可以吗？如果认同我们，如果你也觉得他们应该被看见，请大家拿起你的手，跟着我们一起，让我们3、2、1，一起来做这个。你可以，我也可以，我们都可以 ，OK 吗？好，准备好了吗？放到我们的左前方胸前，3、2、1，我们可以。是的，再一次呢，用热情的掌声，我们来给所有台上带领我们一同来做手势的长官一个掌声，一起喊：我们